大家好，我是扫地僧。有信用卡的不一定是富人，但没信用卡的99%都是穷人。最近有一个失散多年，就是以前很要好的朋友请我吃饭，然后他带不够钱，人家店员说可以收信用卡，他说他没有，结果还是我付了钱。重点是他告诉我这辈子都不会申请信用卡。我说为什么呢？他说他不想被银行家操纵。这个观点呢，就激起了我的好奇。他说信用卡就是银行家发明出来的骗你借钱然后赚你利息的工具，他们不需要工作就当你的债主，你辛辛苦苦的去工作，赚回来的钱就要先还给他们。听到这里呢，我想起了当年我的父母也曾经告诫我，叫我千万不要去申请信用卡，他们怕我会变成新闻那些人一样，用一张卡去还另一张卡的欠账，以至于利滚利，最后还不起，破产跳楼。而且这还不是特例啊，不是只有几个人会这样。想到这里呢，其实我挺纳闷的，因为人的恐惧是真的可以让一个人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。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，因为信用卡所以借钱，最后就会破产，借钱然后破产。让我们看这世界借钱最多的那些公司，那这家公司呢，总资产3万多亿美元，但借了2万9千亿，90%多的负债率啊！我自己第一次看呢，就感觉这家公司的员工马上就要拿着公司的产品，然后在街上叫卖，原价3万多，现在只卖1999，要钱不要货，对吧？其实呢，这家公司叫做美国银行，然后什么花旗银行，什么大的保险公司，反正就是你喊得出来的金融界扛把子的企业，他们的负债率都是这样的。而人家企业比你家的房子还要稳啊，哪怕是负债累累，但每一个都是金融支柱，大而不倒。所以借钱不等于破产，中间还有一个过程，就是你把借回来的钱拿去做什么。这里有 follow 我的兄弟姐妹就会知道，穷人拿钱去消费，去买负债，而富人是买资产，这叫做财商。而我是少数的没有任何信用卡业配，但也希望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，一定要去申请信用卡，因为这是我们撬动资本的入门券，也是为我们日后财富自由的铺垫。为什么我们可以跟银行借钱做生意、买房子，而且我自己到银行为我服务的都是最美丽的女生，也不需要怎么排队。人家说最好的风水摆设就是银行送给你的礼品，比如说每年的月历啊、纪念品啊等等，都是他们主动联系我说要送给我的。而我现在得到的这一切，都是因为我成年之后没有听父母的，自己偷偷的去办了一张信用卡开始。你的信用卡可以借多少钱，也意味着你在这个社会的地位，更意味着你有没有这个资格跟着我们买房，什么都不干，就只收房租。所以我强烈建议不想要错过成为企业家、投资家、有钱人的兄弟姐妹，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，因为我会有后续的影片跟进。也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你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大家都知道，你买了一间房子，哪怕房价不涨不跌，你只要把房子租出去，你每个月赚到的房租也是很不错的被动收入，应该够普通人每个月的生活费。而如果房价涨的话，你真的不用上班了，因为我们几年就赚到了普通人一辈子都未必赚到的钱。那问题来了，像我们这种没有父母帮助的人呢，买房的钱哪来？杠杆，也就是借别人的钱来为自己赚钱。这里面玩的叫做赚信用价值的游戏，大家仔细的品一下。有一个人叫做小黑，他想要问小白借一只鸡，来到小白家里面之后呢，才发现小白生了一个很可爱的宝宝，等着鸡下蛋吃。所以说小白不能把鸡直接借给小黑，于是小白就想到自己家的保险柜里面还有10个金币，这10个金币呢，他就直接拿了出来，到市场上去换了一只鸡，然后把这只鸡给到了这小黑。后来小黑就拿着这只鸡到自己家里面去进行抚养，鸡生蛋，蛋生鸡以后呢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突然间有一天，这小黑就想起来了，当初小白拿了10个金币为我换了一只母鸡，然后我今天养了几百只鸡，那我是不是要去把鸡归还给人家啊？所以他就抱起了一只母鸡到市场上去卖了，结果就卖了11个金币。那小黑就很开心的拿着10个金币去了小白的家，说很感谢你当初借给我10个金币去换了一只鸡，现在鸡生蛋，蛋生鸡，我已经孵出了很多小鸡，实现了持续的裂变和倍增了，
现在我终于可以把10个金币还给你了。那这时候小白一听呢，就有点气愤，就是内心有点不满。对啊，你现在做得这么好，付了这么多的鸡，对吧？那你至少应该还给我20个金币啊。而小黑呢，当时就急了，你怎么能够这样厚颜无耻呢？当初你明明借给我的只有10个金币，那你怎么能让我还你20个金币呢？听到这里，其实你可以去思考一下，如果你跟我那个失散多年的朋友一样，认为借钱要还利息是很恶心的，也许你们就是这个故事里面的小黑。那如果真的按照小黑这种做法出来混的话，以后再遇到鸡生蛋蛋生鸡的机会，你猜还有没有人愿意借金币给你啊？所以很多人一辈子的梦想就是买房，但他们从未想过会实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认为1000万的房子就要有1100万才买得起，因为里面还有律师费、中介费，还有装修等等。他们从未想过大部分的钱都可以借回来，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够借到钱，以至于跟房价暴涨的机会擦肩而过。那么以前我还是一个小老板的时候，我已经知道小打小闹的生意赚了100万美金左右吧，是真的可以空手套白狼。而真正可以让我们财富延续几代，或者把项目做大的方法，一定是融资杠杆。所以我很早就知道信用的核心价值，就是你今天如果要借个10万美金吧，其实不多，你能够借得到吗？这是我其中一张信用卡借贷额度，我都不需要找朋友借，然后这钱我借回来以后，我只需要在1-2个月里面还钱，我还不需要还利息。那么现在就算我一无所有，我只要有这张信用卡，我也有信心在2个月内东山再起。我有个老板前辈，他说过一句话我记到现在，打开财富之门的方法，你要拥有将自己无形的能力变现成现金的能力。如果今天你不想要再为钱烦恼，但你依然待在舒适圈里面，那你活该一辈子为钱烦恼。而如果你愿意踏出起早贪黑累成狗，还帮人家赚钱的上班生活，你只是缺一个想法，一个真正有结果的老师去带着你。我欢迎你走进我的培训，我团队开放了前1000名免费，我会直接告诉你如何在家就创立起7位数美金的网络事业。哪怕你在环游世界，我们只需要一台电脑或者手机，你就可以让无数的人自动的为你带来被动收入。当全世界的实体生意因为疫情变差的时候，我们的利润反而多了3倍。这就是互联网生意的优势，而且会越来越明显，越来越多人参与。那么不想错过的有缘人，可以在影片描述栏上的第1条链接报名啊。好了，听到这里，通常就会有人骂我，扫地僧你鼓吹大众借钱，你是有多邪恶啊？但我告诉你，信用这个东西呢是需要养的，也就是说，有些人从来没有向朋友或者银行借过钱，他们还为这件事沾沾自喜，对吧？认为这样就是代表自己的经济条件很好。实际上呢，在金融界，这种人就叫做无信用口碑的人，也就是说，这种人根本借不到多少钱，因为你长期不去借钱，然后当你一借钱的时候，张嘴就是几十万、上百万，那谁敢把这钱借给你啊，对吧？人家会怎么想？你平时都不借钱的，现在你突然间问我借钱，那肯定混得很差了。如果我把这钱借给你，那你会不会按时还款呢？这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还不起怎么办？所以借钱也是一种学问，我们都是从小额开始借起的，先从几百、几千、几万、几十万，然后才上百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我向你借了几百块，我说还你就还你，然后我又借了你几千，说还你又还你了，我信守承诺，按时还款。最重要的，我还主动的支付利息，比如说请你吃大餐。那当我们可以做到这3大原则，我们就可以持续的向别人借钱。因为别人看到你的人品、你的人格，觉得把钱借给你呢，就很踏实放心。因为在过去的时间里面呢，把钱借给你也没有得到什么坏的结果，反而会有一些利息的小甜头。那么这就会成为一种惯性。简单来说，你今天问你的朋友10个不同的问题，如果对方的答案都是 yes 的话，那么第11个问题，对方也很大的机会会答应你。但我不建议跟朋友借钱，之前的影片也提到了，因为这里面牵扯到感情。我们养信用的目的呢，是为了方便以后我们投资或者做生意融资的。也就是说，借钱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理性的交易，而不是有形的绑架和道德的绑架。所以我们必须要跟最理性的机构，也就是银行去发生借贷的关系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建议每个人都去办信用卡的原因。
如果你连这最基本的门票都没有的话，那么日后你想要找银行借钱，大部分都会拒绝你的，因为你是一个信用白户，就像一张白纸，没有任何信用可言。你知道这里面的严重性吗？真的可以让你这辈子的储蓄一瞬间的灰飞烟灭。什么意思呢？大家知道买房的步骤吗？比如说今天你看中一个非常有升值潜力的房子 ，OK， 假设说1000万的房子，你要做的就是先向房东付个几十万定金，再签一张临时买卖的合同。签完以后呢，你打算向银行借800万，自己就付剩下的100多万。那么你很自信，因为你在家里面有计算过，你能付得起头款，还还得起月供。结果当你走进银行才发现，人家根本就不愿意借钱给你，或者只能借你500万，那你怎么办？你以为自己买房只需要拿出200万借800万，现在人家只给你500万，也就是说你要额外的拿出300万，不然你就毁约，你支付给房东的那几十万定金呢就没了。这时候呢，你只能向一些利息高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财务机构去借钱。这绝对不是特例啊，10个人里面就有3个以上，因为不知道自己在银行的电脑里面被评级为信用白户，以至于赔掉了这半辈子的储蓄。而为什么我们向银行借钱，无论是买房还是做生意，都这么快轻松就通过呢？为什么我们获得银行的回赠，人家只能拿1万美金，而我们可以拿到2万美金呢？因为银行主要看2样东西，只要你满足了这2样东西，你就是尊贵的客户。第一是个人信誉的风险，简单来说就是你的抵押物多，你放在银行的存款比较多，那么就代表了你几乎不会出现还不上钱的情况嘛，所以银行对你要求的利息就会低一点。那这当然是我们付起来以后的玩法，前期的话还是通过一些跟银行小的贷款去把我们的信用养好。养信用最重要的，也就是最简单的，就是信守承诺，按时还款。你不要说我承诺你半个月的时间的还款，然后拖了1个月、2个月的时间才给人家还钱，这样让对方是非常不舒服的。如果说你下次借钱，别人想到你言而无信，那就不会再拿钱借给你了。第二就是投资目标的风险，就是你去借钱的时候，一定要去明确你借款的用途，实话实说，不要去遮遮掩掩的，因为银行关心的是你把钱借回来以后干嘛。比如说你是拿去在台北买房的，相比你是拿去炒股票的，那你拿去买房的利息肯定比炒股票低很多啊，因为银行就会掂量你拿去炒股的钱可能收不回来，他甚至会选择不借，或者收你高一点的利息去冒这风险。而真实的世界呢，我们也看到房贷的利息是真的比较低的，哪怕现在说升息，其实利率还是非常低的，而消费贷款的利息是非常高的，这就是对目标风险的评估。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去搞投资的项目，永远只做一个，尤其是用负债去做投资的话，我只会选择房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么多的经济学家，还有任何的金融机构，就算他们如何看淡经济、看淡房价，但当你去办贷款的时候，他们公认的抵押品还是房地产。你只要有房产做抵押，基本上没有什么钱是借不了的。那为什么他们不问你拿黄金，不问你拿股票，不问你拿比特币或者其他投资衍生品做抵押啊？为什么他们偏偏只认房产啊？对吧？嘴巴说看淡，但身体却很诚实。也就是说，他们还是认为房产是最靠谱的资产。能不能听懂啊？如果说有一天这银行给我放贷的时候，问我有没有黄金做抵押啊，那这时候呢，黄金就会成为我们主要的投资品嘛。但现在不是时候，我们就不要想其他的，你只需要思考如何在大城市通过杠杆去买房啊。而方法就是我们平时需要刻意的去养信用。我从大学开始，自己所有的消费都会用信用卡，而我自己哪怕想去买一台 iPhone， 我都会选择分期去付款，然后按时还款，支付利息。因为在整个信贷评级的过程里面呢，银行会看我们的借贷方式、分期的方式，还有还款的记录。我知道我以后想要混上去，我一定需要用到贷款的杠杆，那时候银行就会有考证、有考量，看到我是一个信守承诺、按时还款的人。你这样去理解，我们借钱而给出去的利息呢，就像在支付租金一样，为的是我们以后能够拿到更多金钱数额的使用权。其实在当今这不断印钱的世界，钱不断的贬值，我们要的是钱的使用权，而不是拥有权，这点就很重要了。
就好像我们今天去开一家服装店，首先我们要拿自己的本金出来，把它换成衣服，然后把它放到我们店里面去卖。那这店面就是我们额外花钱租回来的，它的用途就是供养我们生意，经营我们生意的现金流运转。而我们投资也是一样的道理，比如说借贷买房，我们要支付的利息就相当于开服装店的那个店面每个月支付的租金，它的用途呢都是供养我们投资的现金流。不过我们投资的方式是直接以钱换钱，用最少的钱去撬动杠杆，然后下一次我们就可以租到更多的资金，那我们本金就会像滚雪球一样变得越来越大。简单来说，假设今天我能跟银行借1000万，利息是50万，然后我赚到了2000万，按时把利息还给银行，那么下一次我就可以拿这2000万作为抵押，而且因为我之前信贷记录良好，所以银行就愿意借给我5000万投资，让我们去生产利润。因为他看见了我们赚钱了，本金也大了，他们恨不得把印钞机的钱都借出去。这就是我们玩现金流的概念。一般如果可以分期付款的东西呢，而利息是可以接受的话，我都会选择分期。那听到这里，其实很多人还是跨越不了利息这道坎。我自己的账本是这样的，假设我公司1个月的房租是5000美元，那一年是不是就要6万？结果房东说你一次性付款的话，那你只需要付我5.8万，便宜2000美金给我啊。那我会怎么选呢？我还是会选择每个月付5000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一次性的付款我要给5.8万，月结我只给5000，这里面的差价已经可以让我多请几个人了。假设我每个月赚100万美金，月结的话让我多请了10个人，这10个人就帮我每个月的业绩提升到了200万。这就是现金流的概念，钱可以拖着给就尽量拖，你一次性给出去就会失去了钱的使用权。而我选择月结，每年也只需要多付2000美金，这2000其实就是利息。那相比我每个月多赚了100万，这真的不算什么。大家能听懂这杠杆的思维吗？所以像我们不是出生在富裕的家庭，没有资产条件的情况下，如果你刚毕业出来打工，你拿到信用卡的额度呢都不会太高的。这额度的意思就是说，银行愿意借钱给你，但有上限，有天花板，而且这天花板还很低啊。以前信用卡刚刚开始流行的时候，很多人不接受的时候，当时在医院随随便便一个小护士，然后医院盖个章，拿出来个工作证明，随随便便下卡就能够有几万美金的额度。然后你会发现，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人呢都不敢用这额度，都吓死了。银行为什么愿意借这么多钱给我啊，对吧？但是我们现在信用卡已经普及了，现在就是全民负债的比例越来越高了，那信用卡的额度就会有门槛。大部分人的额度也就是几千美元，如果到1-2万美元就已经太高了。那像这种情况呢，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，就是从小额开始去养起。我们从普通的大学生卡变成金卡，再到白金卡，再到钻石卡，再到黑卡，整个进阶的过程呢，就像我们一个人生的进阶。信用卡就好像你的经济地位的名片一样，你要有意识的去升级，提升你自己的信贷评级，还有额度。我一直去强调，当你没钱的时候，先把一个项目做起来，先白手起家建立一个资产，然后再透过融资把这个资产放大。而以前我也只是一个批发生意的经商者，虽然做自己的生意，但也只是一个小老板。直到我接触到了电商，接触到了互联网，我才发现网络营销才是当下和未来最少30年的赚钱趋势。一家公司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把产品卖出去。那么你去思考一个问题，过去你去见客户，除非你是卖房子这些价格比较高的产品，否则你一天最多只见4-5个客户，而里面很多还只是光听不付费的，你还要跪舔他们。我就不说疫情这段时间你会流失多少生意，光是有地域和时间的限制，而且你还要有很好的口才，你的生意只会越来越难做。而我们在 YouTube， 哪怕一个几岁的小孩在玩玩具，他每个月的收入都抵得上一家上市的公司，而这还不是特例。你在 YouTube 看到流量比较高的频道，他们的收入都会比一般传统生意的老板高，因为全世界最多人聚集的地方呢，就是这里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他们只有1%变成你的客户，会怎么样呢？而且就算你的影片过了10年还继续有人看的话，你都会继续源源不绝的获得没有收入。
对啊，影片拍好了就不需要再工作了。那么话是这么说，如果你需要一个完整可变现的商业模式系统，如果你需要一个1年30万订阅的老师，哪怕你想要不露脸，你不懂剪辑、设计、营销、SEO、演讲等等网络创业的道理术，那么你一定要在影片描述上的连接，走进我们创业商学院的大家庭。我会永远带着你在里面创业。而现在我们还会提供最后的前期优惠，还会额外送赠财富自由品书会的永久会籍。你除了可以听我们团队拆解100本书以外，我本人还会教你不定期的财富自由课程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有一个几千人的 Facebook 精英群组，我们会在里面分享真正第一手的赚钱资讯，而我们马上就会取消这些额外赠送的东西，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。为什么很多人欠下一堆信用卡的负债？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使用信用卡最后的目的呢，是让我们融资买房变得容易。其实每个人的大脑都有一个记忆的档案的，就是像今天我分享给大家这些知识和经验，你听完了以后，那么我的思维就会通过语言和影片的方式传达给你的脑袋。而大部分人对信用卡的认知都是来自银行的业务员，他们最常说的就是办卡消费有免息期，而你潜意识记住的就是信用卡是用来消费的。而我今天要告诉你的是，信用卡是用来供我们钱生钱，是让我们去做投资的，是能够去帮助我们实现财富自由的，也是最入门的杠杆融资的工具。而且它非常的便捷，我们不需要再去循环申请，我们只需要用一张卡，账单日还款以后，这笔额度我们随时都可以再拿去使用的。信用卡玩的是一个持续而漫长的过程，我们要准时的还款，从而提升我们信用的额度。好了，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-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么接下来每周四8点30分，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、企业家、投资家、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。如果你不想要错过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我们下礼拜不见不散，拜。